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在本周二无奈表示，马里乌波尔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俄军获得该城市控制权。这场俄乌冲突历时最长的城市拉锯战以俄方胜利告终，意味着什么？此前，乌政府高层声称要进行大反攻，又释放出什么信号？与俄比拼并无优势，战斗底气究竟从何而来？也只是起到他一种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包括给西方国家看的这样一个目的。乌军试图夺回俄控蛇岛，接连遭遇失败。俄乌蛇岛争夺有多惨烈？外媒爆料，西方军事顾问正指示乌军执行诸多任务，将把乌克兰带向俄方。乌军无人机引导地面炮火摧毁俄军装甲车，是否将成为地面炮战新模式？俄乌出动大量无人机都有哪些新玩法？根据无人机所发回来的信息，炮兵呢就可以不断的去进行修正，使得呢炮弹呢打的是越来越准。众多民用航拍无人机现身战场，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不过，能够执行这些任务，并不意味着民用无人机就能当军用无人机使用了。印度空军成功试射增程型布拉莫斯，空中战力会得到多大提升？俄乌冲突会否对俄印军贸合作产生影响？1月16号，备受外界关注的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传来最新动态。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当日与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军代表进行谈判，就在亚速钢铁厂地区实行静默模式，并开辟人道主义走廊，达成共识。受伤乌方军人将被送往新亚速斯克镇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播出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到，约10至12辆巴士接载乌守军离开，部分巴士车身印有红色十字标志。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丽亚尔证实，场内超过260人成功撤离，其中53人受重伤，已经送到顿涅茨克医治。其余211人会送到由俄军控制的奥列尼夫卡，将会以俄军战俘交换，让他们可以回家。玛丽亚尔还表示，目前仍有乌克兰士兵被困在亚速钢铁厂内，会继续营救。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马里乌波尔的驻军已经完成了战斗任务。最高军事指挥部已经命令驻扎在该市亚速钢铁厂的部队指挥官保护相关人员的生命。乌亚速营在社交网站发文，指为了拯救生命，部队正执行最高军事司令部的决定，期望得到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对此，英国路透社报道认为，在长达数月的冲突后，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最终移交给俄罗斯。这次撤离可能标志着俄乌冲突中历时最长战斗的结束，以及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马里乌波尔的战事尘埃落定，俄乌双方在其他地方的冲突仍在持续。日前，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丽亚尔宣布，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对抗。他特别强调，在第一阶段的对抗中，乌克兰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乌克兰高层还宣布，对俄军的全面反攻时间也已经确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对乌克兰24电视频道说，随着获得大量西方武器，反攻是可能的。这些武器将足够把几个旅重新武装起来，经过训练和协调，然后我们就可以发起进攻。阿列斯托维奇还表示，就时间而言，最有可能的时间是6月底到7月初。能够阻止敌人的第一批火炮将在5月底到6月初抵达，发动攻击不会早于6月下半月。然而，就在乌政府高官号称赢得胜利的当天，俄罗斯就公开了一份战报：俄军在1天时间里空袭了93处乌克兰的目标，摧毁了2座乌军的指挥部，还有3座乌军的军火库。
而摧毁的乌军装备集结点和人员集合处不计其数，给乌军造成了大量的损失。俄军的炮兵部队更是在1天时间里对超过400个乌军的主要目标进行了打击。据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最新战报称，自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共摧毁168架飞机、125架直升机、889架无人机、307套防空导弹系统、3108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381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529门野战炮兵火炮和迫击炮以及2949辆军车。有评论认为，目前乌军正面临非常不利状况的现状，乌克兰仍然宣称自己战胜，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乌克兰表示之后要收复失地也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知道，俄罗斯已经加强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防御，以乌军的实力，甚至无法在乌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乌克兰宣布这种所谓的阶段性胜利，也只是起到他一种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包括给西方国家看的这样一个目的。从目前俄军的一些行动来看，虽然是没有拿下基辅，但是实际上俄军的有些行动，我认为是达到目的了。比如说，像亚速海的这个周边海岸和这个包括黑海沿岸的一些部分，实际上俄军现在都是有效的在控制啊。据国外媒体报道，俄乌近日在敖德萨不远处的黑海海域爆发了一场蛇岛争夺战，成为了冲突一个焦点。蛇岛的陆地面积仅0.17平方公里，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俄军便迅速占领了蛇岛。岛上的乌克兰守军也没做过多的抵抗，纷纷投降。蛇岛虽小，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它位于黑海海域，距克里米亚半岛300公里，距离乌克兰最南端50公里，正好处于欧洲第2大河流多瑙河的出海口处，是欧洲河运转海运的咽喉要道。从长远来看，俄军控制蛇岛还准备威胁乌克兰的经济命脉，因为商业船只航线面临被完全封锁。5月7号，乌军接获命令，要在2天时间里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要从俄军手中夺回蛇岛的控制权，结果毫无效果。西方和乌克兰他们认为拿下蛇岛，就是取得了一个所谓的战果啊，取得了一个对俄罗斯所谓的这个打击啊，或者是这种让俄罗斯脸面无光的这种效果啊。因为这个岛它是在黑海沿岸，因此把它拿下的话，也许乌军认为可以，比如说组织俄罗斯对比如说奥德萨方向的一些援助啊，这个支援和攻击，然后可以保证乌克兰方面，也许他认为是不是有可能今后对他夺回这个黑海沿岸一些目标啊有一些帮助。据报道，这场蛇岛争夺的战斗非常激烈，乌军派出由100名士兵组成的自杀式突击队试图登陆，被俄军挫败。27具乌军士兵尸体还被留在蛇岛海岸上，3艘半人马坐骑装甲突击艇也在行动中被摧毁。另据俄军公布的消息，此次抵御乌军突袭的行动还击落了乌军的4架固定翼飞机、3架 TB2 无人机、4架武装直升机和1艘突击登陆艇。当然，这次看的话，那么双方都有损失啊。乌军损失更大一些，有人员伤亡，损失了战斗机、直升机；俄军也有，包括被 TB2 击落的这个直升机。所以我估计今后双方可能对这方面还有争夺。而在这次蛇岛争夺战中，乌军的 TB2 无人机表现不俗。根据乌军公布的若干视频画面显示， TB2 无人机不仅摧毁了一架正在着陆的俄军直升机，还击毁了刚运到蛇岛上的俄军道尔防空系统和1艘俄军登陆舰。该舰紧急运送的道尔防空系统还未卸船就被炸毁。比如它的飞行高度大概500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让俄军的一些武器很尴尬。就是说，有些高炮打不到，有些导弹呢，也许能打到，但是还不一定能打中，啊，即使打中了，可能交换比也不合适，因为导弹可能很贵，
总之吧，就是没能全部消灭，这个就造成了一些隐患。就是你没有击落的话，那么它毕竟是无人机，可能通过观瞄设备上面还有那个制导炸弹，可能就会对俄军造成一些损伤啊。但是我觉得靠这款无人机能完全扭转战争的局势也是不现实的。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虽然乌军这次行动遭受重创，但有迹象显示，乌克兰正向敖德萨附近运送美制 M777榴弹炮和精确制导炮弹。这些现代化火炮的射程可以覆盖蛇岛上的俄军阵地，未来不排除乌军再次发动进攻的可能。评论员秦真也分析表示，蛇岛面积狭小，易攻难守，又远离克里米亚和俄军其他控制区，蛇岛的争夺还会继续。不过，乌军的胜算并不大。蛇岛是一个很小的岛，大概几个足球场面积大。它是一个叫易攻难守，而且俄军拿下它之后，毕竟要输送很多的平时的支援的物资啊等等，包括直升机啊，经常要这个到岛上停留等等啊。这个实际上也为乌军对它进行袭扰也造成了提供一定便利。倒过来说，即使乌军占领了蛇岛，那么俄军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攻击。所以总的来说，双方都有争夺。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乌军是不大可能能拿下蛇岛的。此外，这次蛇岛争夺战还暴露出西方国家正在给乌克兰下指导棋。5月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乌克兰军队企图夺取蛇岛的情况，称在美国和英国顾问的直接参与下，乌克兰总参谋部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直接命令，策划了一场夺取蛇岛的重大挑衅。5月11号，俄罗斯卫星网进一步披露，袭击蛇岛是英国顾问的想法。虽然乌克兰总参谋部反对，但泽连斯基直接下令，并要求在5月9号之前取得结果。而5月9号正是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阅兵式的日子。英国现在脱欧了。脱欧了，他又强调所谓要回归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国的地位啊，因此借这个俄乌冲突，他有上蹿下跳，表现得很卖力啊。再加上英国首相约翰逊，他本人也有一些个人的考量，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他违反了这个英国的抗议规定啊，他要接受处罚，所以他为了挽回他个人的一些形象，所以你看他很早就在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当中率先访问基辅啊，而且要允诺对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援助。也可能英国认为就是说给他出谋划策，认为如果拿下蛇岛，比如说在对宣传方面，包括对西方国家内部也有一些宣传的作用，就好像说，你看西方援助了乌克兰这么多装备，这么多的金钱，然后乌克兰也能取得一定战果啊。当然，最后结果是看他是没能达到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乌冲突什么时候才能平息还不得而知。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发文称，基辅方面欲动员100万人入伍，以对抗俄罗斯军队。截至5月9号，俄罗斯未能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乌克兰。有鉴于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漫长的战争阶段。为了赢得胜利，我们必须仔细规划资源，避免错误。在冲突爆发的第一天，乌克兰南部的蛇岛就备受关注。近日，乌军还以自杀式突袭的方式试图夺回这个小岛，与俄军进行鏖战。请教一下杜先生，这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小岛为何会成为冲突焦点？蛇岛被称为黑海奥德萨的门栓，如果一旦在这里进行军事占领，对于沿海的输送，包括海上的作战编队，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所以这个点位呢，无论是对乌克兰的战略运输、军事运输，包括出口，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俄罗斯立即攻占了蛇岛。乌克兰这次反攻蛇岛，实际上还是想通过攻势行动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存在。一旦夺回蛇岛，那么对于周围海岸线的控制能力就能够解除，而且在南部方向，乌克兰海军小型作战舰艇的行动也将会获得一定的自主权。有迹象显示，乌军正向敖德萨附近运送美制 M777榴弹炮和精确制导炮弹，在这里部署的话，射程可以覆盖蛇岛上的俄军阵地，未来不排除再次发动进攻的可能。请教一下白先生，这款榴弹炮的威力有多大？能对俄军岛上阵地构成多大威胁？M777呢，它是一款我们说确切说是超轻炮啊。那么它是这个采用牵引，还有这个直升机蛙跳，就是我们说垂直调运的这么一款火炮。那么 M777的射程呢，其实应该来说，如果发射普通弹药的话，并不算远
但是现在呢，西方在向乌克兰投送 M77的同时呢，也向乌克兰运送了一定数量的这个神剑制导炮弹。那么神剑制导炮弹呢，是一款这个带有这个我们说一个是火箭助飞能力，另外一个是中继制导和末制导这种相关功能的精确制导弹药。那么这款弹药在这个 M717上发射的时候，它的射程确实最大射程据说能到40公里啊。M717和神剑这个搭配能够有效的延长这个火炮的射程啊。但是我们说这种使用这个炮兵来达到精确制导射击，还有一个是远程的这种精确制导打击的这么一个方式呢，它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成本。这个神剑炮弹在美军采购的价格大概是12万美元一发。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如果要是真的向外销售的话，那么价格实际上应该是很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限制我们说，包括乌军呢，去大量的长时间的使用这样的炮弹。那么如果说乌克兰方面真的试图去夺回蛇岛的话，那么它可能需要展开一个相对规模比较大，而且呢可以持续的这种火力的体系。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要有足够的我们说海陆空军的这种相关的支持。这方面我个人觉得现在在昂德萨方向，乌克兰方面其实还不具备真正去跟俄罗斯在蛇岛方向进行一场这个彻底的立体决战的能力啊。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乌军袭击蛇岛是英国顾问的想法。虽然乌军总参谋部反对，泽连斯基还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请教一下杜先生，您认为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次行动呢，的确是由英国培训、英国指导、英国实施。从整个作战过程，包括计划过程来看呢，很有所谓英国的味道。但是由于时间特别仓促，马上就可以进行。5月9号一定要抢头彩，所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固定作战飞机、直升机，包括登陆艇，协作并不顺畅，而且首批所谓特战部队就已经进入了圈套，遭到了俄罗斯作战部队的打击，伤亡惨重。所以虽然计划并不周全，但是乌克兰高层认定这个作战方案，说明呢，它需要一场攻势，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同时也说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的直接介入比想象的要深得多。它不但参与了情报提供、武器装备援助，而且在作战指导方面也给予了巨大的帮助，说明军事一体化已经在之前很早就已经开始。在俄乌冲突中，双方都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除了较为大型的攻击无人机以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小型无人机。乌军更是使用了4轴民用航拍无人机，对俄军进行侦察并引导火力打击。那么这些无人机在战场上都扮演了哪些角色？为何说无人机的加入开启了地面战新模式？民用无人机和军用无人机差别在哪里？民用无人机参军是否靠谱？5月11号，乌方公布一组图片显示，俄军在卢甘斯克州别洛洛罗夫卡附近的西维尔斯基顿涅茨河上的渡口遭到了乌军的炮火打击。通过无人机引导，乌军找到突破口进行炮击，摧毁了这个渡口的浮桥和大量俄军武器装备。俄军被炸毁的武器装备有1座带式浮桥、6辆 T-72B 主战坦克、14辆 BMP-2 步兵战车、7辆 MT-LB 装甲车、5辆军用汽车和1艘小拖船。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比比皆是。3月初，乌克兰就曾发布俄乌在基辅东郊激战的视频。视频中可以看到，画面是从空中悬停的无人机拍摄的，非常平稳。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乌军近期多次动用飓风、冰雹火箭炮系统对顿涅茨克目标发动攻击。有分析指出，无人机引导火力打击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一大特点。这种战术不仅乌军在用，俄军也在用。3月22号，乌军炮兵阵地隐藏于森林当中，俄军派出无人机定位之后，多管火箭炮系统立即对乌军炮兵阵地执行了打击。现场视频显示，无人机拍摄到乌军被火力打击后，炮兵阵地多点爆炸，被浓烟覆盖。特约评论员石红观察指出，无人机无疑在俄乌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双方都利用无人机发现对方目标，随后通过数据链回传到后方指挥部，以此精准掌握对方动向，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无人机如果是飞得高一点它的噪声呢很小，很难发现，飞行速度呢相对来说又比较慢，
特别是像4旋翼无人机，它还可以在空中进行悬停。这个呢，就使得呢它在侦察监视方面能够发挥呢比较大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校射，校射呢就是指的是对炮兵火力去进行引导。因为无人机的话，在空中它站得高嘛，就看得远，你打得准不准，现在偏差有多少？那这个呢，根据无人机所发回来的信息，炮兵呢就可以不断的去进行修正，使得呢炮弹呢打的是越来越准。那么还有呢，就像进行攻击，那主要就是挂上制导弹药或者非制导弹药去打击地面目标。随着技术的发展，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而总的来说，承担的任务主要包括充当诱饵、空中侦察、空中打击3个方面。像美军呢，在越战之前，他就使用的这种无人机进行了防空作战嘛，进行演练，模拟呢对方的空袭的兵器，比如说像巡航导弹、像飞机啊，这是最早的无人机的用途。然后后边呢，就给它装上了光电侦察系统，让它呢可以在战场上去执行的侦察任务。那么在越战之后呢，美军呢就开始研制更多的这种无人机，把它的任务进一步的扩展。比如说像充当诱饵，像1982年贝卡谷地作战的时候，那以军呢就是利用无人机先充当诱饵，引诱呢叙利亚军队的防空系统雷达开机，他把频率呢获得之后，然后呢用反辐射导弹用空地炸弹进行打击，那使得呢以色列空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一举呢就摧毁了19个呢叙利亚的防空导弹连。这个呢是无人机在战场上的最精彩的一次表现。过去的2个多月时间，在俄乌冲突中最受瞩目的无人机，当属乌军的土耳其制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乌军经常公布 TB2 无人机对俄军进行打击的消息，在俄国防部的战果通报中也特别标明击毁 TB2 的数量。因为这款无人机呢，它是可以呢携带呢精确制导的空地导弹的，打击呢俄军的地面装甲目标。那这个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经常可以看到的，而且效果呢很明显。在不久前呢，还是蛇岛争夺战中，乌克兰军队的使用的 TB2 无人机是击毁了俄军的2艘的巡逻艇，还有1艘的机械化登陆艇，这是打击的水面目标。这就可以看出来，土耳其制的 TB2 无人机的攻击能力是很强的。值得指出的是，从媒体报道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到，除了军用无人机以外，乌军还大量使用了4轴民用航拍无人机。观察指出，乌军是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开始使用4轴民用航拍无人机，没想到却发挥了不错的效果。8年后再度启用，规模也变得更大。乌军使用4轴民用航拍无人机进行战场侦察，并引导地面炮火对俄军进行炮击，引发民用无人机进行军用的舆论。那么，为何说民用和军用不能因此画上等号？两者有着哪些本质区别呢？在近年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冲突中，民用小型无人机经常被使用，有3种模式。第一种，战场目标识别。随着技术的发展，民用无人机携带方便，摄像头的分辨率又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能够在空中拍下清晰的地面画面。若侦察分队无法及时到达目标区域或不宜实施地面侦察时，就可以通过民用无人机进行侦察，获悉对方的兵力部署情况等信息。第二种，战场监视与目标引导。4轴民用无人机能够非常平稳地停在空中，向地面传回实时画面，作战人员就可以很直观地掌握战场动态，并指挥火力对目标进行打击。第3种则被称为挖地鼠，地鼠指的是敌方各种观察哨，带有热成像载荷的无人机，即便是一些暗哨也能将其找出来。不过，能够执行这些任务，并不意味着民用无人机就能当军用无人机使用了。无人机业内专家一再强调，军用与民用仍然有天壤之别。国内一家知名民用无人机生产商就曾多次表示，其产品均为民用用途设计，不符合军用规格的要求。就好像在中东和非洲战场出现过的皮卡战争，皮卡装上武器后也能充当简易战车，大家很容易就能想到，民用皮卡是不能和军用装甲车相提并论的，不能防弹、防地雷，遭到攻击就基本意味着车毁人亡。民用无人机和军用无人机的区别，很多人就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了，因为两者的不同之处并不在外表，主要是设计的标准。
众所周知，军用无人侦察机除了摄像头的清晰度以外，还非常注重航程和航时。留空时间越长，侦察效能就越大，动辄数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而玩过民用航拍无人机的飞手都很清楚，最多只能飞行几十分钟就要飞回来换电池，无法遂行长时间对动态目标的跟踪监视任务。此外，民用无人机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抗电磁干扰的能力。民用无人机采用开源飞控系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基本没有飞行能力，遭受干扰往往就失灵炸机。比如在军事基地附近，由于存在各种雷达发出的电磁波，民用无人机根本就无法起飞。军用无人机在设计上就充分考虑了抗强干扰，飞控系统和传感器也采用军用高标准。为防止遥控链路中断、卫星导航失灵的情况，还会安装较为昂贵的惯性导航系统，甚至星光导航，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完成任务。可见，外媒频频对我国企业出口到国外的民用无人机进行炒作和抹黑，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任何一款民用无人机都能在战场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却不能跟军用挂上钩。